确实有很多值得玩味的事情，而且呢，现在的各国媒体对这件会谈的报道啊，挖得不够深，所以很多问题浮于浅表。那美国国务院这次派了个2号人物，就是常务副国务卿 Wendy Sherman。那么他的访问中国呢，其实是拜登当局早就计划好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寻求改善中美关系。那么为改善这中美关系，美国其实做了一些让步性的姿态，比方讲重申不支持台独，还有取消了美国司法部对几个中共军方访问学者伪装身份到美国进修，图谋窃密的这个指控。那但是呢，中共的反应还是让 Sherman 的访问一波三折。那么最后结果呢，是中共重演了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训斥美方的场面。所以这次会谈不但是不欢而散，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对立，那让美方主动寻求改善关系的意图完全落空了。那很多台湾的观众可能不了解，就是美国派排名第2号的外交官去中国访问，怎么会一波三折？问题出在哪里？那实际上呢，是由于北京的故意怠慢，这次访问从计划行程到取消行程再恢复行程，确实是一波三折。那么其中原因就是中共故意的刁难。那美国这次计划访问呢，原来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中美之间发生这个起火，这是我用的一个概念。所谓起火，就是说，它不是指这个两国之间一些小的事件、不重要的事，而是指可能会把两国拖入战火或者冲突的这种，特别是军事冲突这一类的大的事件。那么，如果出现了冲突的苗头，美国是希望双方能够及时沟通，管控冲突，避免诱发核战争。那么，这种做法其实是美国和苏联冷战的时候，美苏两国积累起来的经验和一种标准程序或者 protocol。那么，两个核大国互相敌对，冷战双方到底要怎么做？大体上是有3条准则的，这是美苏两国在冷战中摸索出来的。那么，也是双方共同认可的。首先一条就是最好双方能够有一个底线共识，就是谁都不想使用核武器，否则会导致共同灭亡的那种结局。那么其次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共识，双方虽然核军备竞赛是不会停下来，而且不断升级，但是彼此一定要有热线通道，以便随时就紧急事态或者意外事态互相沟通，也就能及时把冒出来的小火苗马上扑灭。那么这还涉及到就第1点、第2点相关的第3点，就双方要有合作的意愿，要一起来防止起火。那美苏冷战期间，美苏双方是签订了一系列的防核扩散协议，还有核军备、核武器使用方面的协议，彼此都是很认真的遵守，绝不会尔虞我诈，这个互相欺骗。那么这就是一种双方合作的意愿和行动。那么拜登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共呢，所以他一直不愿意使用美中冷战这样的用语，也不让美国军方高调行动。但是白宫幕僚呢，他们内心其实很清楚，美中之间已经进入冷战状态了。正因为如此，美国才会参考美苏冷战时的刚才讲的3条准则，准备与中共就管控可能的冲突风险达成安排。这个就是 Sherman 访问中国计划的由来。那关于白宫的这个意向，美方呢不但事先和北京沟通过，而且呢这个公开说明，就是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双边关系的 guardrail， 就是护栏，就像公路上防止汽车冲下坡那种护栏。那拜登就是希望说中美关系的双方合作当中呢不要脱轨。7月14号，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是这个 CNN。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与中国政府建立紧急热线，那么这个热线就类似于美苏冷战期间建立的红色电话，也就是让美方呢能够与克里姆林宫沟通，以避免核战争。那 CNN 是美国民主党的喉舌，所以他报道的拜登方面的消息是可靠的，应该是白宫放的风。那么从这则消息来看的话，拜登政府一方面是想缓和美中关系，一方面也确实是在为减少美中冲突的风险做努力。那 CNN 的文章提到说，有2名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能够开通高级别通信的北京热线，那拜登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官员呢，就可以随时向习近平或者他身边的人发送加密电话或者信息，
比方说可以共享关于突然军事行动的紧急信息，或者是关于网络黑客的警告信息。那 CNN 还提到，据知情人士透露，与北京建立热线的想法，奥巴马时期有过。那川普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呢，这个设想被列入一份机密的国家安全备忘录。那 CNN 的消息人士表示说呢，拜登政府对中共是否愿意沟通合作呢，心里没有底。那我的观察是啊，美方之所以心里没有底，是不知道上面提到的这个美苏冷战这个双方的3准则，中共是不是愿意遵守？但是呢，这种问题啊，没有办法单纯通过外交谈判谈出来，因为红色大国是集权政权。所以在真正的核冲突管控方面，说了算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习近平。所以白宫如果不能直接与习近平接触，中美冷战时期的冲突管控是不可能在外交对话当中实现的。所以呢，拜登才会希望安排Sherman访问中国，希望在外交对话当中试探一下，看有没有双方合作管控的可能。那么其中暗含的逻辑是说，如果中共愿意合作管控风险，那就会愿意建立可以随时有效沟通的热线。那么如果能够有效合作管控冲突的话呢，也就体现出双方能够有避免核冲突那样的底线共识。那么对这种共识的存在，就是它是不是真存在，美国不能单纯听靠中共的口头表态，因为那可能是个 lip service， 就是。中文讲是干言，就是听起来很好听的空话。那么要怎么办呢？只能看对方的合作行动。那么这就有了一个所谓要再建热线电话这么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说是再建热线电话呢？因为美中之间形式上是早就有了3条以上的热线，一条是元首之间的，一条是外交部门之间的，一条是军方之间的。但是呢，这3条热线，中共方面的做法是，除非他自己想要和美国沟通，才会接通电话，否则根本就不理睬美方的通话要求。因此，对美国决策层来讲的话，真正有效的紧急热线还不存在。也因此，多年来在紧急事件上，美国是没有办法确保北京方面迅速对白宫的查询做出回应，这一直是一个问题。那么7月14号，我刚才讲到 CNN 报了这条消息，通过一篇文章。那么7月15号，中国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他的发言人赵立坚就对 CNN 7月14号的报道立刻做出反应了。他的表示说呢，已经有几条热线了，就够了。他这个态度表明啊，中共对这件事是早就有了定论的，他根本就不想和美国在冲突管控方面建立有效的热线。当然，美国呢，当然不能单纯凭这样一个发言人的一句话就放弃这件极端重要的事儿。因此，美国紧接着又通过媒体释放出更明确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我前面提到要建立互轨互拦这个说法。那么7月20号，美国实际上还没有和中方敲定Sherman的访问行程。这个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Kobe 谈到了和中方的外交接触时候，强调美国仍然有兴趣和中方举行务实的，就是 practical， 还有实质的 substantive， 还有是直接的 direct 的对话，要负责任的管控双边关系，叫 responsibly manage。那么7月21号，Sherman 的访问行程才确认，然后确认之后，科比又强调了上面的刚才这个说法，并且提到美国常务副国务卿 Sherman 将在即将进行的中国之行中向北京展示负责任和健康的竞争可以是什么样子。这当然意思是当年美苏冷战的这个样子。而且是美国希望确保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两国关系存在护栏，以避免竞争演变为冲突。那美国派第2号的外交官去中国访问，为什么越波3折？是因为中共存心不想让 Sherman 达成他的目的。上面讲到，美国是有兴趣和中方举行实质性、直接的对话的。这什么意思呢？中国官媒其实回答得很清楚了，什么才是实质性和建设性的对话。那么，按照美方的标准，就Sherman这次去要能见到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如果见不到王毅，就谈不上建设性和实质性。那中共有一个外宣官媒叫多维新闻，它有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口吻转变：白宫要划中美激烈竞争的警戒线》。文章写得很清楚，我下面引用他的话。文章说，什么才是实质性和建设性对话？按照美方的标准，就Sherman此行能够见到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如果见不到王毅，就谈不上建设性和实质性。
那么为什么说中共是故意不让舍曼达成他访问目的呢？因为中共一开始就不想让舍曼和王毅见面，因此美国一方面继续和北京交涉，一方面准备让舍曼放弃这次访问，因为去见比较低阶的中共外交官，对要谈的这个冲突防控管控这件事儿完全没有用。那么然后中共是在舍曼已经到了日本还有其他亚洲国家访问的时候，才最后同意让王毅和舍曼见面。这样的话，舍曼最后一刻是从蒙古去了天津。那中共把见面地点选择天津呢，本身是一种政治考虑。首先，这种地点上降级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故意的怠慢。那中共借口说北京要防疫，那天津就不需要防疫吗？所以这种说法纯属胡扯。那么其次，北京仍然在会谈接待层级上故意降低这个美方外交官的层级，就是大家都知道过田忌赛马这个典故，就是中共用的是用下四对上四的做法，就是用低等的马去对和上等马比赛，所以他派了一个中共外交部排名第5的副部长去冷落舍曼。那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在这个内阁的地位是远远高于中共外交部长在中共政府内的地位的，所以这种接待层级本身有一种羞辱的含义。